我今天听了几期和创投有关的播客，然后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创投领域为什么要做内容？然后呢，我得出了以下4点作为我的回答。其实之前我也了解到一点，就是关于 A16Z 他们的团队做内容是非常棒的，而且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应该是叫 New Media 的一个内容团队去做内容。那回到刚刚说的这4点，首先第一点是，对了，我觉得就是这4点，尤其是对于一个新的创投领域的，比如说基金啊，或者是VC 来讲，做内容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就是第一点，它可以作为吸引 LP 的一个点，或者说作为品牌的识别度，能够让 LP 明确的识别到，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组织。就是我在听某一期播客的时候，这期播客的嘉宾是某只基金的创始人，他们基金是很年轻的嘛，那因为创始人是从某个大组织出来的，所以当很多人提起这一支基金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个大组织，而不首先是他们这支基金本身。所以他当时就在想，他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够把自己的身份剥离掉这个大组织呢？这就是我想到的第一点，就是作为品牌识别度，能够让别人首先听到你，认识到的是你自己，而不是和你有关的其他的人或者是组织机构。然后第二点就是吸引创业者，就是我了解到的一个现状是说，其实现在市场上很多好的项目其实都是靠大家去抢的。那么在抢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关系和人脉，这绝对在速度上是达到，就是能够非常快的接触到创始人本身嘛。那对于那些并没有联系方式，可能更适合他们的基金或者是 VC 呢。所以我就在想，如果说某个创投组织它的内容做好了，那它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入口，去集结更多的创业者，或者是让更多的创业者主动走向这些人。由此我想到的一些案例就是，比如说 A16Z 它有 CEO 大会，再比如说锦秋基金它有应该是叫做小饭桌的这么一个活动吧。然后还有前段时间，就是年后那一段时，应该是年后，云起他们也发起了一个活动，叫做98后的这样一个创业扶持，应该不是年前，就是他们的播客节目是在年后发出来的。那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在年前就已经开始布局了。就是当他这样的趋势打出来之后，当我们想到98后创业，可能会首先想到的是云起这支 VC 本身。还有就是当某些98后想要创业的时候，他也可能会首先想到云起这个 VC。有点像是把我们的品牌叙事打造好，成为创业者首先想到的第一个名字。其实由这个我就想到，它不仅仅是为了吸引创业者，吸引 deal flow， 还有可能是打造他自己的叙事阵地，或者说品牌影响力。那在上一条视频当中，我提到说，就是我在尝试探讨嘛，在内容生产如此快速的 AI 时代，内容和信息的稀缺性到底在哪里呢？其中我想到的一个点就是说，创造共识嘛。那创投也可以用
内容这样的一个叙事阵地去打造它的创造共识的阵地，就是通过这个平台发出某些声音，然后去讨论某些问题，去定义某些话题的讨论走向。这个是我觉得跟不仅仅是 A16Z 吧，但凡是任何一个某个领域的头部人员，他们做内容也大概是用这样的一种思路去做内容。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国外有一个在 PM 领域做得很好的播客内容创作者，他也是借用播客这样一个平台去跟各种各样的 PM， 也不是各种各样的 PM， 就是去跟拥有不同技能或者说拥有某些特殊技能的 PM， 甚至是创业者去聊某些话题。那这些话题的讨论就会成为整个科技圈子或者说产品圈子里面快速传播开来的东西。所以第三个就是为这样的一个组织，不管是创业还是投资，来打造他们产生共识或者说创造共识的一个阵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品牌影响力吧。然后接下来第四个呢，是我们也都知道 A16Z 它是有 New Media 这个团队去持续生产内容的，而且这个内容不仅仅是在于他们这个组织本身，他们也会给被投生产内容，或者说把内容能力传递给被投。就是他们有一句英文是叫 Win the Internet for a day， 就是一天之内用内容来制霸互联网。我虽然还没有明确的分析过他们的内容是怎么做到的，但是既然有了这么一句口号，而且也传播开了，说明他们的实力肯定是在的。所以为被投企业赋能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会想到说，其实我们国家的科技叙事或者说创投叙事是很少存在的，可能跟这个有关的一本书应该是我忘了是今年还是去年出版的那一本10年风投史还是10年创业投资史之类的了。就是那一本书如果读完之后就能够了解整个中国创业投资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发展来的，但因为我还没有读过，我只能想到的最全面的描述或者说最全面的内容产出就是来自于那一本书，关于其他的东西其实是很少有记录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关于这个领域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在领域里面进行传播，而它没有一个统一的阵地，就统一的地方把这些东西都收集起来，然后作为一个散发的点，作为一个出口散发到其他地方，或者是就是流到其他地方去。这大概是以上我想到的这几个点吧。我还是觉得就是回到内容的稀缺性那一点，关于 AI 时代创造共识这一点，其实不仅仅是创投领域可能会做的事情，那对我们个人创作者来讲也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我还想要提的一个点就是，其实很多就是国际人士对于我们中国的一点认识是说，我们中国人跟人之间的交际是非常靠圈子的，就是关系这2个字。但我就觉得，假如说你是一个在互联网上更有声量、更有影响力的一个人，那你本身就已经在连接，就关系连接这一层次上拥有了很大很大的权利。比如说你跟某个大人物不认识，但是你有一个很强悍的比如说互联网上的影响力，或者说互联网上的声量，那这个就可以作为你去链接它的一个
一个什么东西呢？我没有想到这个名词或者说这个形容词可以用什么东西来概括，但是你靠这些东西就能够去影响它的那个概率会高很多很多很多。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道理挪用到创投领域做内容也是同样的一个理解，就是说做内容然后去创造产生共识的一个真理。这大概是我目前一些粗浅的认识吧，但毕竟我没有在相关行业工作过，所以这些仅仅作为我自己了解的一个记录。其实有时候觉得作为一个就是没有在这两个行业里面工作过的人，然后去评判或者说去讨论这两个领域某些事情应该怎么做，那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情吗？就是有可能会有某些业内人士看了之后会觉得，哇，你算什么人？你有什么资格？就会有那样子的一个说法。但是我有时候总觉得恰巧是不了解的人，他才能够更看得清楚某些事情在某个行业里面应该怎么做。这就有点像为什么大家会说站在人文与技术的交叉点上去做比如说翻译者或者中介者这样的角色在 AI 时代如此稀缺的原因。虽然我也不知道我刚刚说的这样的一个翻译者或者是中介，他怎么去利用自己在人文和技术这个交叉点去做事情，或者说这样的人他会有什么样的特点，什么样的才能，什么样的技能，其实好像我没有看到过特别明确的一些文字或者说判断让我去识别这种人或者是认清这种人。可能大家也是在边走边尝试吧。我在听播客的时候就听到就是某个基金的创始人说他想要做内容这一点，我就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后来去翻了他的公众号的某一篇文章，然后发现就是底下有个人评论说这个组织有点像 A16Z， 我当时就觉得哇哦，这个评论有一点点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当别人在某个基金相关的地方出现了 A16Z， 就是说它像 A16Z 的时候，我就会对这样的一个组织有一种莫名的滤镜。我希望这个滤镜是指向真实的。